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ussell， 我是 Pola。因为很多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就会一直问我们说，你们在新加坡生活会不会很难啊？对，存不到钱啊。对啊，听说新加坡的物价是全世界第1高哦。那我们这样过去，薪水跟物价比怎么算？这样子。对，到底我们在这里生活可不可怜呢？所以我们的主题就是新加坡的食衣住行。希望大家看完这部影片之后，就可以下定决心说，要不要出国工作？默默暗自流泪。没有，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些参考。但是这一部片里面讲的东西，都只是我们个人的生活经验，可能跟你有在新加坡生活过的人啊，或者什么的，我们的生活经验可能会有一些不同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进入主题喽。食衣住行食的部分，就民以食为天，大家很在意说在新加坡吃东西到底贵不贵？我简单分3种新加坡常见吃饭的地方。第一种就是高比角，就是像我们这样在主屋中间，然后很多餐厅，然后大家买了饭就坐在中间的座位去吃，叫高比角。然后第二个跟高比角很像，是在 mall 里面的 food court， 就是食阁。第3个要介绍就是 mall 里面的餐厅。新加坡餐厅很难在路边找到，比方说忠孝东路走一走，然后路边很多餐厅给你选，不是这样，就集中在 shopping mall 里面。你看他们上面餐厅的标价大概还要乘1.17%，平均都要乘1.17%。10%是否服务费，然后7%是税金的部分，所以叫 GST。说到一天吃大概多少钱，我个人一天大概会吃15块到20块3餐啊。我的话，女生没有吃到那么多啦，可是如果真的要吃饱的话，我一天差不多花12、13块就可以吃饱，而且是3餐都有吃。像我现在在高比奖点这个叉烧烧肉饭就是3块半，其实就很像在台湾吃便当啦。对了，吃便当。除了吃东西到底要花多少钱之外，这边值得一提的就是，因为这边种族多样性很多，比台湾多很多啊。对。所以不同种族的人都有，所以也造就成这边的食物选择很多。所以像是最主要的华人食物、马来食物跟印度食物之外，你也可以到处都找得到，比如说缅甸啊、泰国啊，然后菲律宾或者是甚至是日本、韩国食物也很多。所以下个结论就是午餐费可以抓400块到600块。接下来下一个主题是食衣住行衣的部分。对，穿衣服的部分。在新加坡到底会不会很贵呢？其实，在新加坡就是很多的 mall 嘛，大家都知道 shopping mall 很多，所以它几乎每一栋 mall 都一定会有各大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 H&M 啊、Uniqlo 啊、Zara 啊这种。对，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品牌，然后是比较平价一点的，所以并不是说它在 shopping mall 就一定会卖得很贵，其实价钱跟台湾差不多，没错，有时候甚至还会比台湾便宜一点。现在看汇率状况。所以其实在这边你买衣服什么的不是困难，你要逛街都是可以，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。但是跟台湾有一点点差别，就是台湾是多样性比较多的。对，台湾就是相较新加坡，虽然没有那么多 mall， 没有那么方便，可台湾很多小型就是小资创业这种东区小店啊，或者是什么的，然后带一些韩流品牌进来卖这样。对，就是你看到的衣服会比较多样性，对，很丰富。如果是有爱逛街的朋友的话，你在这边你不用担心你要买衣服会很贵啊，或者是你买保养品会很贵啊。没错，会，其实跟台湾差不多。现在来跟大家聊聊住的部分，就我们先把它分成2种人，一种是你住在 CBD， 就是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附近，就是大家熟悉的 Merlion Park， 然后那边是市中心附近；一种就是我不是市中心附近，有2种，他们的租屋的价钱差很多，所以有可能一样品质的房间差到200-300块这样子。然后第2个是说你是住哪一种房子，所以简单来说就分成 condo 跟 HBD 对吧？HBD 对吧 ？HBD。OK， 那另外一种就是 condo， 就是社区，就是大家熟悉的社区，楼下还有就是游泳池啊，有管理员啊，私人建商做的。对，所以这2种价钱又有差。还有一种是别墅啦 ，villa 的那种是这里的超级有钱人住的。住很常见的就是要跟房东一起住，因为不像是台湾就是房东住一边，房客住一边。最便宜的话可能0元，你雇主提供住宿或者你全额补助奖学金的学生，你不用付住宿费，一个人一个房间，然后在 CBD 有可能要到800-900块甚至1000块。像我跟 Pola 就是住在非 CBD， 然后政府主屋的部分，一个月大概600到700左右，租屋预算可能抓0到800不等，有冷气有 WiFi。
然后包水电，这是比较关键的部分。然后房东好不好就看你有没有基因，看你有没有基因得哦，就是这样。嗨，我们现在要讲到新加坡交通的部分，就是捷运，他们的捷运叫做 SMRT， 然后其实他们的捷运呢，我觉得算是跟台湾差不多啦，就是不会说很贵。然后像我们平常如果上班啊，从家里到工作的地方，3、4站1.23块，其实算下来跟台湾其实差不多。对，而且他们台湾小贵一点点而已啦。而且他们的捷运跟公车都是用里程数算的，没错。所以如果你公车转捷运或捷运转公车啊，它就是一次扣你这一趟总共跑了几公里，然后一次去扣这个钱，所以相较之下会比较便宜一点啦。就是交通费其实算真的很 OK。那除非你想要搭计程车，在这边搭计程车，如果他们的计程车有非常多种颜色，可是费率跟颜色没有关系，费率是跟车型有关系。对，那你开宾士的计程车就会比较贵一点。对，所以大概是在新加坡的交通，我1个月在交通花费上大概是80-90块。我大概60-70。但是我们这些钱都已经包含，有时候假日我们会跑去市中心啊，或者是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去玩，所以交通费在新加坡真的是很 OK 哎，我觉得没有什么负担啦，可以抓100以内啦。对。接下来最后要讲到的就是新加坡除了工作跟读书之外，还可以做什么呢？就是可以出来玩嘛，娱乐的部分。对。那我们平常在新加坡的话呢，最容易的就是看电影，而且它这边看电影很便宜，而且我们等一下要进去看电影，我们刚买了票。刚买电影票，正义联盟 Justice。如果你在平日来看电影的话，所以我们买的是周一晚上的票，那礼拜1晚上的票大概是14块。14块。然后我之前有一次是平日的下午，大概拜1或拜4的下午来看，9块而已，很便宜哦，而且不是学生票，就一般的全票。所以在这边我觉得看电影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。对，它依时段分很多种不同的票价，分的差别很大，假日晚上最贵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台湾人有一些还蛮喜欢唱歌的嘛，在这边是 KTV 的话，我们这里不太会看到像台湾那种钱柜啊、好乐迪那种华丽的，对，很华丽的那种连锁的大型 KTV， 这边都是那种小间的在梦里面，有点像是家庭剧院，就有点像是你们社区楼下 B1 那种唱歌的 B1 啊，大家社区大会的时候会一起唱的那种，所以在这边唱 KTV 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流行，对，但是也是一个可以去的选项，因为也蛮便宜的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就介绍新加坡的夜生活。对，新加坡的话，你夜生活你一定要去 CBD 里面，通常都在 CBD。对，或者是东海岸也会有一些地方。对，所以最有名的夜生活就是克拉克码头。对，克拉克码头那里有很多的酒吧，然后有现场的 live band 啊表演啊，你可以去感受那边的气氛，还不错，但是非常的贵。可以进入重点了，为什么？这个特别讲这一段，就是因为新加坡烟酒特别贵。我以为是因为我们比较爱喝。我也爱喝，对，新加坡又贵，对，所以像新加坡一包烟，新加坡的一包烟大概是台币新币10块钱，一包烟新币10块钱，一包而已哦。对，非常的贵，因为他们这边就是不希望大家抽太多的烟，喝太多的酒，所以他们就课很重的税。对，然后一支像台啤那种玻璃装的酒，7块是便宜的，7块找到7块是很便宜的，最便宜的看到7块就先买。对，在台湾热炒店100块台币差不多了。对，所以在这边喝酒非常贵，更不要说你上那些就是餐馆啊、餐厅啊去吃饭，你点一杯酒本身的价钱就已经够贵了，还要再加17%的税。没错。对，所以在这边喝酒是非常可怕，而且在这边提醒瘾君子跟贪杯的朋友，就是来新加坡工作要改变自己的这些不良嗜好。贪杯的朋友，贪杯的朋友，在这边就戒掉，整个戒掉。偶尔小酌。所以如果你是长期定居在新加坡的朋友，有人在念书或是工作超过1年的话，很大的机会会出国去东南亚玩。对，因为这边新加坡去东南亚的机票蛮便宜的，非常便宜。我随便查那种廉价航空啊，从新加坡飞到泰国，不止便宜又很快，来回可能像我们去台湾去日本一样，1-2个小时就到了，然后机票可能才台币2-3千块而已。所以在这边出国
反而是很便宜的，就趁你在这里的时候，有时候有个1、2、3天的长假，就赶快出国走走，反正新加坡玩一玩也差不多，就这样就可以出国去看看。所以出国去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是大家一个选项之一。对 ，OK， 所以跟着大家我们看了食衣住行，相信大家也比较认识新加坡的花费了。结论到底新加坡生活难不难？好，你请回答，你觉得难吗？不难，其实我觉得真的不难，因为我几乎每个月都可以存1半左右的薪水，就是如果扣掉我生活必须花费、房租、吃饭、交通这些1半以上的薪水，是 OK 是没问题的。所以新加坡对我来说难，不是难在钱这件事，难是难在就是心态调试这件事。对，所以以生存来讲，新加坡我认为是不难，你觉得难吗？好了，我觉得不难。你觉得不难？真的，我觉得不难，因为说真的，你如果算下来的话，会花费当然会高台湾一点点，可是你要想哦，其实在这边的薪水也比台湾高，而且所以其实的平均下来是反而是你会觉得还蛮轻松的，对，蛮轻松的。其实相较于台湾，你会觉得蛮轻松的。对，所以可能你轻松就存下就是2万台币每个月啦。对。就是你会觉得不太有感觉，就不会说活得很有压力，存2万块台币这样。我每天还是过得跟台湾差不多生活，所以我没有很特别拮据的自己或限制自己说不要买什么不要买什么。其实我们该买的都买。OK， 所以没错。那新加坡难就是难在出国部分，出国工作这部分，可能之后再开一个主题跟大家聊说出国工作心态上的调试啊，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啊。但如果以支出跟收入来讲的话，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是大家不用太担心。对。虽然它是物价很高，但是人家的薪水也很高，对，所以我们没有那么辛苦，好不好？妈，我活得很好。OK， 那今天的主题就到这样子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留言来问我们，我们如果知道的话，就尽量帮大家解答。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Pola， 他是 Russell。这个频道呢，是我们想要用台湾人的角度看新加坡文化，所以我们想要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多订阅我们，然后帮我们分享出去。